大家好，欢迎观看居家101，我是阿杜。今天我们要来更换我 Subaru Forester 的大灯，因为其中有一个坏了。说是大灯，但是准确说是 Low Beam Headlight， 也就是近光灯。车灯的细节，各位可以看看车子的说明书。这个更换车灯的方法，不管是在停车指示灯、近光灯或是远光灯上都是一样的，也就是 Parking Light、Low Beam Headlight 还有 High Beam Headlight， 只要能接触到灯的背面就可以换。像是侧边的灯，我们接触不到它的背面，所以应该是需要把保险杠拆下来才能更换的。这边我们其实有些地方不是特别好理解，所以我们来稍微说一下。不过不同的车可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当我的 Subaru Forester 启动时，只有 Parking Light 会亮；当打到低档时，远光灯会以日行灯的模式启动，然后转到大灯才会开启近光灯，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换的灯。然后操纵杆往内拉才会把日行灯换成远光灯。这几种灯的更换都很简单，所以我的近光灯就换了3种不一样的灯，顺便让大家看看差别。我们也会把这3种灯跟我的 Model 3的车灯做比较，各位可以在购买时斟酌自己喜欢的做选择。这种车灯更换的方法只适用于平常前面引擎盖打开就可以看到车灯后面的车款，像是特斯拉前面全部都被覆盖住，那就只能把轮胎前面的垫子拆掉。这样可能连轮子都需要先拆掉才能更换车灯，或是可能把前车厢上面拆掉，也可能也是可以的，不过都很麻烦。我们今天就只解决这个简单的，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我们需要先知道自己车灯接头是哪一种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把原先的拆下来，这样就知道了。或是你也可以自己看看自己车子的说明书。我们把前车厢打开，前面这里可以直接看到2个车灯的背面。直接操作的话，空间有点挤，我比较懒，所以我就直接这样做。不然把电池拿开，可能会有比较多的空间。跟前面相反，从前面看，右边是 Low Beam Headlight， 左边是 High Beam Headlight。从后面看，右边是 High Beam Headlight， 左边是 Low Beam Headlight。不过在操作时，我建议先断开电池，把盖子拿下来，然后把正负极上的 10mm 螺环弄松，就可以把这2个极的电线拿起来。如果没自信，请不要尝试。我这边也不示范，因为我断开电池的话，我就需要重设我的时钟了。虽然我觉得这操作不是必要的，但是我这次没有这样做。换完灯泡后 ，Parking Light 也挂了。所以的确有可能在电池工作时更换灯泡，可能有机会短路或是损坏其他部件。想要拆下灯泡，把它转个逆时钟20度左右就可以拿出来了。然后我们把排线拆开，这里有个按钮，它会扣上去，所以你要拿下来的话需要按下去。如果做得对，应该很容易拿下来。如果拆下很困难，那8成这个按钮你没有完全按下去。我这个拆下来后，可以看到这个接头的型号。这个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之后又重录了一次。它的接头型号是 H11。接下来你只需要用这个接头型号来购买就好了。剩下的差别除了价钱和亮度以外，还有卤素灯泡跟 LED 的选择。我们之后可以看看差别。卤素灯泡最为便宜，你可以从 AutoZone 买的话，便宜的大概1对$20左右。不过这种东西我通常从 AliExpress 先买着囤着。我这一对 H11 的卤素灯泡就$3。这个车灯亮度的话有100瓦。我只是把它拿来跟之后的 LED 做比对。正常标准车灯是55瓦，你装超过55瓦使用是没问题的，但是可能会出现过热的安全隐患，寿命也会比较短。所以如果要换车灯，还是换55瓦最安全。如果嫌55瓦不够亮，最好直接换更亮的 LED。这边还有一个误区，虽然安装超过55瓦的车灯有安全隐患，但并不是不合法的。美国大部分州法律规定是要超过45瓦，最高亮度好像说的不是很清楚。我看有些人说是整体的灯不能超过200瓦，每一州可能不一样。我查了一下亚利桑那州，我看是说不能超过4个加起来300 candle power 的灯，然后 high beam 不能照超过500 feet，low beam 不能照超过200 feet。这1 candle power 等于 12.57 lumen， 所以大概3771 lumens， 也就是至少200瓦以上的亮度。所以安装亮度超过55瓦的 LED 并没有问题。我们把灯拿出来，记得戴手套。手上的油脂如果沾到灯泡上的话，会大大的缩短灯泡的寿命。接法跟拔下来相反，插上去那个夹子会自己扣上。然后我们将它放进去之后，转顺时钟20度，让它固定住。我们将车子发动，之前灯坏了，现在灯亮了，你会发现两边的灯明显不一样，不管是亮度还是色泽。所以基本上车灯都是卖一对的，
不然两边车灯就算颜色只有些微的差别也很奇怪。我们把两边都换了。这样就修好了。我们来看看晚上的效果，亮度是够了，不过安装这个100瓦的我觉得不安全，55瓦我又觉得不够亮，而且这个更换并不困难，所以我之后又买了2种 LED， 第一种是没有风扇的 LED， 第二种是有风扇的 LED。有风扇的通常贵一些，亮度也通常可以更亮一些。因为 LED 车灯虽然温度没有卤素灯泡高，但是从晶片到底座的散热好像差一些，所以亮度要够的话，通常底座会加风扇。在 Amazon 价钱便宜的话，大概30-40美金。不过在 AliExpress 的话，这个没有风扇的就5美金。我贪便宜想拿来做比对，所以买来试试看。而这个有风扇的也就10美金左右。虽然正常亮度的 LED 也有暖光系的，不过选择亮度高的通常就会变成冷光系的。有很多人不喜欢，但是我觉得还好。这些 LED 灯泡是用温度控制颜色的，这是一种数字越大，不但越亮，而且会越接近冷光的单位。这数值在3000K 时偏黄，6000K 时偏白，然后超过6000K 就会越来越蓝。这个没风扇的亮度写的是6000K， 有风扇的是6500K。我看别人说6000K 的亮度大概跟100瓦差不多，不过其实这都其次，这些便宜货通常使用出来的数值都不一定跟标的一样，需要试试看才知道。我们先来看看没有风扇的这个便宜的 LED， 这个拿出来就不用像卤素灯泡一样需要戴手套，小心翼翼的，不要把油脂沾到灯泡上。不过当然能不碰到 LED 也最好不要碰到。安装方法一样，我们先来看看只换一边的比对。LED 灯看起来有点太蓝了，然后我们看看两边都换的效果，除了太蓝以外，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看看晚上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还是跟卤素灯泡很不一样。LED 灯的上缘更平一些，灯光上缘平一点比较不会晃到来车的眼睛，不过灯光照的距离感会差一些。然后灯光的内部有点一条一条的感觉，整体也有一点不够亮的感觉。我们再换上贵一点的，然后有风扇的 LED， 一样的安装方法，我们也是先安装一边来比对。虽然看起来蓝蓝的，不过稍微更接近白色一点。我发现其实蓝色的车灯好像在我这周其实是不合法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白的，亮度稍微看起来更亮一点。我们晚上来看看效果，可以发现这个比较贵的 LED 感觉更接近卤素灯，虽然可能也有点晃到来车的眼睛，但是没有风扇的那个 LED 感觉是不够亮的，所以我最后就留着这个 LED 了。然后我们来跟特斯拉 Model 3的车灯做比对，这可能不太好做比对，因为 SUV 高一些。Model 3太矮了，所以照的高度比较低，所以各位可以看看颜色和亮度就好了。我们来看看4种灯的比对，各位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效果。这样我们就完成啦。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请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非常感谢，谢谢收看。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维护、安装、升级、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但是如果遇到，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谢谢。